大家好，这会儿呢，我们就来聊聊美国的 PayPal 啊。首先呢，美国 PayPal 的话有个很大的地方不一样，就是这个余额钱包啊，一般来说的话，如果说你没有加 SSN 的话是用不了的。还有的话，浏览器如果说很古老浏览器的话，那你这一块页面是显示不了的啊。比如说，如果说像我这样的啊，就是没有 SN 的用户，那么我这个余额钱包是用不了的啊。但是呢，它会在显示这个钱在等待着你啊。那么我要接收这个钱。但是呢，我是有美国银行卡的啊。那么首先的话，我要点这个接收这个钱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给你两个选项，第一个转到银行账户，第二个呢是保持在这个 PayPal 的余额账户里面。那么到时候呢可以用啊，对吧？我想保持到余额账户里面怎么办呢？哎，我试一下看啊，点一下啊，点一下出来界面之后啊，比如说这个姓名啊、出生年月啊，我都没写过啊。然后 SN 啊，然后呢最后呢就是这个最后4位啊，然后还地址是吧？啊，那么我把它往下拉最后啊，我想这边的话，第一个是接受啊，同意接受继续，啊，我可以尝试点这个，我将来再做吧，试一下看。然后他说确定吗？你可以永远都经常可以这样，就是延迟啊。我说 OK 啊，那还是不行对吧？那所以说呢，这个你必须要 SSN 的账号啊，那个才可以接收这个钱包账户啊。那像我这样的话，只能这个把它钱啊转到银行账户去了，比如说这边 transfer 啊。当然的话，你也可以用一个支票啊，当然说这个钱很少，对吧？然后呢，这个提现到美国银行卡上去啊，我点这个，这个的话，快速的话是要交钱的啊，然后我就把那个好了啊，这个好了啊，然后点转移啊，我可以看一下我这边两张卡，一个 checking 账户啊，好吧，我点转移了啊，他说最低限制啊，那不行，对吧？那所以说这个钱还不够啊。那么关于余额账户的说明呢，其实它官网上是有网页说明的啊，就是美国区的 PayPal 的网站啊，其实它也提供了这个中文的说明，我们不需要翻译啊。比如说它本身就有这个说明，它其实是将 PayPal Cash Plus 账户重新命名 PayPal 余额账户啊。我们对美国提供的个人账户做了一些变更啊，就升级了。那么把它命名为 PayPal 余额账户。那很多人不是没有余额账户吗？没有余额账户的话，你可以使用哪些功能呢？使用关联的银行卡啊，向某人付款或者在线消费。接收款项并提现到关联的借记卡提现没问题，但是你这个余额账户没有。那么剩下的话就是这种分摊账单、发送跨境付款注册并使用 PayPal Credit 啊。那这个的话是一个类似于花呗的服务啊。这个的话一般来说也开通不了，它还要经过一个银行信贷审批啊，叫一个银行叫同步银行。那么余额账户有什么好处呢？比如说它的余额账户有哪些功能啊？您拥有今天所做的所有功能，例如您可以在里面存放资金存钱那么使用直接存款，它里面有一个 saving 的一个选项我看到利息好像4%年化利率而且还受这个 FDIC 保障的资金，就是如果说出现倒闭了那有赔偿的，就跟银行账户一样的。那使用它的应用扫描支票直接为存钱有点像银行那么买卖或持有加密货币如比特币那就这个很方便。那么获取 PayPal Cash Card 这个 Cash Card 的话是一张卡片，你可以申请，那用于实体店消费以现金方式的提现。所以说呢，这个功能更多一些那么我找了份协议这份协议的话是 PayPal 的关于开设余额账户的一份用户协议这个协议很新是2月27号的。我们就其他都不看了就看这些这些条款和条件仅适用于美国余额账户。您必须是美国或其领土之一的个人居民，并且年满18周岁或在您居住的州达到成年年龄，才能开立美国余额账户并使用 PayPal 服务。那就明白了吧反正呢就是说你必须是美国纳税人至少呢美国纳税人所以说才能开，而且必须成年人才可以开如果说企业的话其实也是一样的那么正常的话一般来说开不了。好，那么我们来说关于验证身份的问题首先的话，我自己的话注册这个 PayPal 账户，美国区的，我是绑定的美国银行卡的，所以说呢，我这个风控要求比较低，所以说他没有让我上传过什么护照，也没让我上传过什么证件之类的那有些人的话，他这个绑定的这个账户银行卡或者说怎么样子的，用那个 World First 万里汇这些东西，那可能他会要求上传那还有人刚注册完就被永久封闭那这种情况你要自己想想问题了可能是账户关联了。那么这里说明的这是情况的话，就是让你上传账户的文件就是一些政府发的身份证证明那你地址证明这个那是没办法的，这个只能要上传的好，关于验证银行账户的问题比如说他要验证银行账户，这个其实也很简单他就是给你打2笔钱0.01美元跟0.99美元之间
那么到时候呢，你就输入这个金额啊，其实有点类似于谷歌也是这样子的操作方法。那么这样的话，你输入金额就可以了，那么它就验证成功了。那注意啊，它这个钱它随后还会从你的银行账户扣除啊，你不要去用掉它。有些朋友的话，他不是绑定银行账户，不是绑定借记卡啊，那这样的话，你要绑定信用卡的话，它会扣 1.95 美元。1.95美元的话，你的账单上啊，大概就几个工作日啊，两到3个工作日之后，你会看到账单上有个代码啊，最后这个4位数的代码你就输进去啊，那个就完成验证了啊，也是很简单啊。那么到时候呢，他们会退回这个费用啊。好，关于美国纳税人身份的问题啊，说实话，这美国PayPal账户呢，任何人都可以注册，但是如果说你注册的时候不是美国人，但是如果说你成为了美国人的话，你必须在30天之内通知PayPal啊。那很多人虽然说不是美国人的话，但是他也有个 ITIN 的税号啊，这样的话其实也是可以申报的，但是也需要申报啊。那么这样子的话，你申报填写信息之后呢，他会进行一个 IS 的登记信息对比，如果信息不一致，您最多有3次机会查看并编辑信息，如果信息无法验证，那么你就要提供地址证明并验证信息的真实性了啊。这些信息也是 W9 的税表收集信息啊。如果说多个账户的话，需要每个账户验证纳税人身份。那么申请这个预支客户的话，等一下我会讲啊，要多少钱的时候才会要验证啊？它其实是有个门槛的。那么现在的话讲一下这个税务问题啊，这个也是官方的文档啊，官方这边一个很重要的变化是23年的1月1日起，就是2023年起啊，税务局的话它有个新的申报要求啊，以前的话它是2022年的时候是2万美元和200笔交易啊，现在降低到600美元就要申报。那么这个新闻的话，之前我听说过啊，就是很多人反对这个法案啊，就是本来的话就是你不需要申报，现在的话你需要填写啊，以前的话超过这个2万美元且商品服务超过200笔时才需要填写1099-K 申报表。1099申报表的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美国送外卖或者说做 Uber 的话啊，基本上都是算1099啊，有点类似于中国的劳务收入啊，这个收入的税是挺高的啊，要比这种正常的这种工资收入要高。那么此阈值变更仅适用于接收商品和服务交易付款，所以说做生意的人啊就影响了啊。好，那1099表格的话，它适用于这个美国啊境内的账户持有人的纳税表啊，仅供美国个人和实体申报收入。那么这边的话，它有1099-K 申报表和 B 通知啊，这两个的话，其实都是对这个美国纳税人是有影响的。包括你有 ITIN 的号的话，其实有纳税业务啊，申报义务啊。那这样的话，你就要这个申报啊。B 通知的话，说实话就是这种关于你的姓名啊不一样啊、不一致的问题啊。那你这个的话一定要注意啊。那正常来说的话，比如说FATCA 啊，这个影响是在美国境外的账户持有人，比如说你中国人持有美国的 PayPal， 他要求 PayPal 向账户持有人收集纳税文件或证明啊，证明他们是否是美国人，包括但不限于在美国境外开设账户的企业实体或某些个人。那等于说呢，就是说，如果说你是中国人或香港人啊，然后持有这个美国 PayPal， 然后做生意的话，那你就要受这个影响啊。我们看这点，那看这点啊，仅影响美国境外的商业客户啊。PayPal 必须收集这些文件啊，例如非美国公民身份证明、护照啊，以及需在美国纳税的美国个人实体 W-9 纳税申报表啊，或不受美国预扣所得税啊，这个影响的就是 W-8 啊 ，W8 啊。我一般来说的话，中国居民的话都是 W8 纳税申报表啊，申报还是申报啊？那这个可以享受优惠嘛？好，这边的话我打开一个信息啊，也是 W-8 的一个信息啊。这边的话它其实还没改过来啊，其实现在600美元就要申报了啊。你必须提供这个关于你的纳税人身份问题啊，你证明自己是美国纳税人呢，还是非美国纳税人身份证明啊。那如果说你超出这个阈值的话，比如说超出600美元的收款的话，你就要提供申报了啊。这边的话收到一个通知啊，要求核验您的美国纳税人身份啊，管理平台中回答问题已完成填写非美国纳税人身份证明啊。这个的话要上传文件。好，那他会收集海外账户纳税法案规定的文件啊，该如何提供这些文件呢？啊，对于企业来说的话，他们会收集这些文件啊，公司注册的国家或地区，这个公司的实控所有人是不是美国人啊，公司的地址信息啊，这些信息啊，个人的话就是基本上就是申报表，然后呢提供护照啊，基本上再加的话，最多加一个地址证明啊，其他的话也不需要了啊。那反正的话就是这些区别啊，今天就跟大家讲到这里吧。